5秒鐘完成多色 3D 打印換色，打印過程零廢料，多色 TPU 打印，不同類型的耗材同盘打印。这是一台即将開啟多色 3D 打印 2.0 時代的機器。多色 3D 打印是所有模型玩家一旦用上就離不開的功能。做玩具、做產品、功能原型、生活創意，它都給創作者們提供了更豐富的色彩發揮空間。但原有多色打印換料的操作需要付出的代價也是非常明顯的，打印耗時成本增加，每次換料都要1到2分鐘時間。換料需要先擠出噴嘴內剩餘的耗材，再進新料，額外產生大量的耗材浪費。所以即使有了多色 3D 打印功能，當前在模型設計當中，顏色的設計也會受到加工方式的限制，會盡可能的把顏色放在不同層，犧牲一些呈現效果，來避免打印效率過低的情況。而這台設備的出現，把換料時間縮短到了5秒，通過換頭多色打印，幾乎不會產生額外的廢料。這台機器一定會在模型愛好者、設計師們的創作過程當中，能把流程變得更加高效，耗材用量也大大降低，拉爆質價比。我用它打印了一體多色模型、拼插結構模型、軟硬結合的不同材料打印，以及一體成型的多色可動玩具等等好幾個我喜歡的模型，邊玩邊做測試。那今天就來对這台 Snapmaker U1 來做一個比較深度的使用體驗分享。更詳細的開箱過程可以在我前一段的視頻看到。它整體使用 Core XY 結構，封箱是塑料加透明亞克力，正面玻璃門，所以設備的重量不會太重。機器整體18.2公斤，多色进料模塊集成到了機身的側面，所以打印過程整體占用空間還是比較小的。日常很適合放在桌面去使用。後面只有一塊透明背板，沒有了出料口，所以這台打印機你可以貼近牆去放置。它只有每次剛換的新料盤，在進料的時候會產生幾顆沖刷的廢料，所以收集廢料裝置直接設計了一個機身內部的接料槽，實測4個料盤，每個進退料7次，也就是一共換了28卷料，產生的廢料也就這點兒。按比例看，即使你每天換28卷料，1個禮拜以上才需要倒一次料盒。開始基礎打印測試，先打印一個首層看看，一張深色一張淺色都可以看起來還是挺平整的。在打印小船測試的環節，我直接同一盤擺了4個顏色小船，一次打印，打印總時間4小時18分鐘，耗材總用量77.59克。而更換成當前主流的單頭換色方案，打印時間直接超過了19個小時。大家也可以拉4個顏色的小船，放在你當前設備的切片軟件裡，切片對比一下打印時間和消耗量。上次開箱的時候我做了一個測試，打印過程裡拉絲很明顯，這次換了就是烘乾後的耗材，拉絲基本是沒有了。每層4色的暴力測試，4個打印頭對位很準，表面還是非常絲滑整齊的，懸垂也沒有問題。個別位置有流量偏大的情況，會多出一點點耗材，擠出流量再校準一下，應該能打得更完美。不過現在的效果已經非常高質量了，重點是節約了同類打印幾倍的時間。接着我又嘗試了一個單體5色模型，打印過程裡設置個暫停層，打印模型時打到這層，設備會自動暫停，像日常換料一樣，換上盤不同顏色的耗材，點擊繼續打印，這樣打到帽子的時候，還會繼續使用2號盤位，而這時候進入的已經是黃色的耗材了，就能协修得到更多顏色的模型了。接下來難度增加，打印一個綜合測試模型，默認參數一次成功，大跨度的走線沒什麼問題。0.2到0.8層後，打印零件的公差在0.2以上是沒有問題，可以正常轉動。超高難度的棒棒糖測試也打印成功了。這邊的懸垂角度測試，打印到70度沒有問題。U1 的最大成型體積是270×270×270立方毫米，我建模了一個同尺寸的盒子，給它來極限挑戰，需要消耗800多克的耗材，打到一半耗材用完了，它是支持断料续打的，加上一卷耗材可以繼續完成打印。我們在這層畫個線啊，一會兒好知道是從哪層開始斷的，看有沒有問題。同時我用特殊 XEC 和 HRD 分別打印了它們最大成型體積的盒子，因為這兩個也屬於當前主流的桌面級和大尺寸机型的成型尺寸了。這幾條線以上就是断料續打的，是2種不同的白色，很整齊的拼在一起了，可以对比一下，这樣大家能從視覺上直觀感受。這麼大體積，日常創作肯定是夠用了，所以我交給他打印了一個我一直想打的多色模型——毒液蜘蛛俠，4種顏色的模型，這高度直接拉到 U1 的上限，270毫米的極限多色測試，不到1天時間就可以打印完畢，非常完美打印出來了。拆掉支撐，這模型簡直比德芙還絲滑。U1 的換色速度真的超級快，從離開模型換色到換完色回到擦料塔，實測5秒內完成。在執行頭被換上之前已經完成了預熱，所以換完頭可以直接打印。那這4個頭一直處於加熱狀態，会不會比較費電？我們也在打印4色小船的時候做了實測，用智能電表記錄了耗電，3小时最高耗電為0.057度電。也就是24小時打印這種每層4色的模型，總耗電不會超過1.4度，也就跟一台辦公電腦用1天的電量差不多。多頭除了換色速度快，每個頭還能獨立使用不同的耗材。很多3D 打印玩家嘗試用 TPU 打印了自己的鞋子，因為 TPU 耗材比較軟，打印的時候它就會發黏，所以一般很難在單個噴頭來回切換去使用。而 U1 可以各個頭獨立進出不同軟硬度、不同顏色的 TPU， 還可以留一個打印頭專門打印 PLA 作為支撐，更方便模型的拆除。在 TCT 3D 打印展當中 ，Snapmaker 就在現場
廠直接打印了一個多色 TPU 的鞋子，這一點也就不用重複測試了。今天我來挑戰一個更高難度的 PLA 加 TPU 加 PETG 加 PA12-CF 4色4種耗材打印，這屬於地獄級難度了，不知道它能不能扛得住。材料的打印溫度、軟硬程度，甚至環境溫度要求都不一樣。這時候我們需要給 U1 換個噴頭。U1 的4個執行頭都標配了硬化鋼擠出機，打印溫度最高支持到300度，能夠支持高強度的工程耗材。不過標配的噴嘴是不鏽鋼，打印工業耗材磨損會比較大，可以更換為硬化鋼噴嘴。我們也來看一下它的噴嘴拆裝，磁吸後蓋的設計，拔掉2顆線，擰開2顆螺絲就可以卸下噴嘴，按相反的順序再安回新噴嘴就 OK 了。可以看到裡面都是模塊式的，後期的維護或者零件更換也不會太複雜。我打印的除了 PLA 的另外3個耗材都需要極度的乾燥，而且 TPU 和尼龍碳纖維增強材料需要更短更順滑的路線直接進入擠出機，這時候就可以從 U1 的後侧直接进料。我直接把2個3濾的烘乾箱放在後侧給接上，可以實現邊烘乾邊打印。這幾個顏色正好讓我想起 EVA 的配色，做了個初號機配色折疊支架，材料結合效果超出預期。90A 的 TPU 直接嵌入到强度堪比金屬的尼龙碳纖維增强材料裡 ，PETG 和 PLA 作為點綴。3D 打印玩家一用上這機器根本停不下來，持續的打印各種模型，打印出的零件拼插起来也非常契合，組裝過程超解压。反正有了它，就是把之前各种想打的多色模型，但因為費料費時間沒捨得打的，全都可以安排上了。估計會有網友說只能支持4種顏色，那它的限制太大了。但我想說的是，其他支持4色以上的機型，你真的經常用它打印更多顏色嗎？我最開始入手 XECC 的時候就給它配了2個 AMS， 當時為了體驗8色，還想着效果好要上16色，但只打了1個8色模型。我就把它第2個 AMS 拆下來給另一台 PES 裸機裝上了。廢料其實我都能接受，主要是上一版的換色方案换料多1個顏色，時間就成倍增長，讓我直接放棄了用它打印更多顏色的念頭。做更多色的時候就拆件了，包括你在各個模型網站去找多色模型的时候，你都很難找到单體4色以上的模型，更別說8色、16色了，基本都是拆件的模型。當然毋庸置疑的是，拓竹 AMS 在2年前開啟了多色 3D 打印時代，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設計。但僅僅2年後，我覺得 Snapmaker U1 將開啟一個多色 3D 打印 2.0 時代。正因為 U1 的多色 3D 打印效率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，所以我们才對更多顏色有了需求和創作空間。整體使用下來的體驗就是 U1 可以讓我更加無顧慮的設計製作4色和多種不同類型耗材混搭的模型。U1 也確定了在雙12正式上架，它的首發價格是4500，價格有點太能打了。當然對它的後續也有更多的期待，比如說這打印頭既然已經是獨立的，能不能給每個頭再配一個換料系統，這樣一個頭在打印的過程當中，其他等候區的打印頭就可以同步的執行換色，那這耗材顏色不是基本等於無限制了？當然這只是我一個貪心的暢想啊！如果你對這台機器還有什麼想法，歡迎留在評論區，也希望可以多多點讚、關注、支持一下，我會分享更多好玩的3D打印相關內容。那咱們下期見。